屏幕前正在观看今晚直播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比特币协会举办的线上研讨会。我是比特币协会东南亚区的经理 Ella， 也是今天的客座主持人。本期也非常荣幸请到了MB Domain 域名的创始人陈明杰先生 Jeff 来作为我们的演讲嘉宾。Jeff 他也是这个遨游浏览器的创始人。从2003年开始，遨游它提供了先进的多平台网络浏览器，也是最受欢迎的浏览器之一，有超过 6.7 亿的用户将遨游浏览器作为的这个自己的默认浏览器。那 Jeff 呢，他这个多年来也一直都是比特币的爱好者，并且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创立了MB 域名 MB Domain。MB Domain 它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网络的域名解决方案，来解决目前这个使用互联网这个 DNS 上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先连线一下 Jeff。Jeff 你在线上吗？Hello， 大家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行，那下面我就把画面交给你了，就是由你带来今天的主题讨论，从 MB 域名出发，建立分布式的诚信互联网。好的，谢谢艾了。好，大家好很荣幸参加BA 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打造区块链、学习区块链技术在打造这个MB 域名，在这个过程里边产生的一些想法。其实刚才正像艾拉说的一样，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这个世界大乱的时期除了这个病毒的影响，还有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遇到了巨大的这个挑战。那也许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研究区块链通过去了解怎么样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去给这个世界也许能找到一个不一样的一条道路。那我们在这个 BS 社区的人大概比较了解，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谈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打造一个诚信的互联网然后我们使用比特币的技术可以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诚信的世界。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这么一个这个世界，怎么样去构造这么一个世界，从什么出发，从哪里开始，我觉得这都是未知的都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打造 MB 域名的初衷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边贡献一部分力量去找到一条道路，可以去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去让这个世界更加的诚信。那在这去阐述我们的这些想法之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回顾一下互联网的发展的历史。通过回顾这个历史，也许我们可以从互联网发展的这么长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摸到一些互联网发展的规律跟互联网发展的这么一些规则，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去找到那条去实现更诚信的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这么一条道路。好，下一页。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从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最开始就是这个 Web 1.0 阶段这时候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这个老互联网网虫就比较清楚，那时候可能都是一些静态的网站，还有一些个人主站互联网刚刚出现，可以说在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些早期的互联网人都抱有一场非常美好的梦想互联网使得人类交流起来更加的通顺，然后使得这个权利下放到每一个人。互联网本身它的这个通过这种超链接从一个页面到另一个页面，它是非常的自由的，也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其实互联网能给人类带来一个巨大的自由的这个空间，
这是在互联网 1.0 时候早期里我们都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然后呢，互联网又发展的非常快，进入了互联网 2.0 阶段。而在互联网 2.0 阶段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动态网站互联网上的这种数据跟媒体也是非常的发达，出现了各种大的这种社交媒体。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跟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初衷有了一点不同。跟开始不一样的是，一开始大家都是个人网站，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去发表自己的声音。而到了互联网 2.0 阶段，尤其到了近些年，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大公司是越来越大，整个互联网好像已经没有小公司存在的这个空间了到处都是 Google Facebook 这个微信、腾讯百度就只有这些大公司，它在互联网上它才能发声，而所有的其他人都要通过他们，借助他们的力量你才能去把你的声音发出来。而同时，只要这些大公司他对你的这个发言不满意，他就能非常简单的就把你的声音给抹杀掉。通过今年这个，尤其是这个美国大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包括全世界最有权势的这个美国总统Trump他都被这个各个互联网公司给把他的声音给掐掉了这个互联网像 Facebook Twitter 都把 Trump 的账号无限制的无期限的给封闭了。同时不光是 Trump， 他任何人，你如果对这个Trump 他的这个言论你有一些同情的话，或者是你站在 Trump 他的这个言论方面的话，那这些所有的这些互联网大公司都要封杀你。那我们其实现在看到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应该说到了一个挺危急的阶段通过我跟很多这个一些网友还有一些专家的沟通，其实大家有一个共识，就现在这个全球这些利益集团这个在美国叫这个 Deep State 深层政府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老百姓不知道，可能是在后边那些金融财团，还有说是什么这个那些大的家族他们已经应该是一体了之前我们以为好像在这个民主国家有民主制度的制约这个大家还是能够享受一定的言论自由，还能发声的空间。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已经变味了即便在民主国家他们其实也是被后边这些财团，就是后边这些大的这些利益集团给一起来去限制了大家的发声连这个美国总统也不能例外所以现在这个互联网，我们感觉它已经完全的去背离了最开始的这些互联网的这些创始人的这些初衷无法给大家提供更大的自由，而反而是成为了限制大家自由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现在每个人都要为此来去付出代价。那怎么办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OK， 那我们就说到了比特币。比特币应该说是这些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倒行逆施我们认为的倒行逆施，走世界潮流之反向的这些情形之下的一个异类比特币的出现，它是反这个主流的它是给了这个用户了以真正的一个财务上的金融上的一个工具来对抗这些大公司大财团。而在比特币白皮书里边，关于诚实这个字，就 honest 这个是出现了17次之多也有说是16次，也有说18次也有说17次。反正在比特币白皮书里边，诚实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也通过跟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创始人这个 CSW 的沟通，他也提到，比特币的本质其实是要建立一个更加诚信的社会，通过把这个数据放在比特币的区块链上，而比特币区块链的特点是没有人能够篡改
即使是像国家这么重大的力量，它也很难篡改啊，因为比特币出现以后，全球有无数个国家想掐死它，对吧？尤其是这个大国啊，大国一定想把比特币掐死，对吧？你出现一个我控制不了的货币，那还了得，对吧？但是到现在为止，比特币并没有死掉啊，还是在蓬勃的发展，那就说明比特币本身这套系统，它很有效的去保障了这个数据不被篡改、不被影响。所以说，通过比特币带来的这种区块链技术，也许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利用这种技术，也许能让这个互联网，让这个世界的诚实诚信更加多一点。但是这个比特币技术，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它的本质它的本质为什么它能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力量对诚信、对数据原装数据的这种诚实性的这种一个保障呢？核心是因为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设计，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点，它不是一个单公司。甚至它都不是一个单个国家来控制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是造成说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很轻易的把这个比特币就给摁死，对吧？我们想想，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吧？如果一个内容或者一个数据它是可控的它是由某一个集团或者是某一个人来去说可以随意的篡改的，那这也就没有诚实可言了所以分布式的这种技术，这种分布式的特性，是这种诚实诚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那也就是这个随之而来的这些一些新的这些分布式的网站其实现在在这个业界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基于这种区块链建立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产品比如说这个比特币以太坊，还有这个 IPFS，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了。其实在这个技术领域，还有在这个社会领域，大家其实看到了这个比特币技术对这种诚信能带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支撑。所以大家有一种说法这个 Web 3.0就是这个分布式网络分布式网络给这个世界给互联网带来的下一次革命性的提升，因为世界需要它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诚信的网络，我们也需要个人的权利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不能说随便哪个网站随便就可以把我的号给封了，而且我号封了以后，我可能很多其他的通过这个账号使用的这些应用或者服务都无法使用了。如果简简单单的都能把这个个人的权利这么简单的封杀的话，那这个互联网确实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了。所以 Web 3.0大家都谈着什么是 Web 3.0，就是分布式网站带来的这一个全新的互联网的升级。那 Web 3.0，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认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去中心化它才是诚信的一个保障，分布式是诚信的保障。而什么是分布式呢？分布式其实它的核心是一种权力的分散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我这个团队有100个人，然后我这100个人在全世界各地都存在，所以我这个就分布式了。其实也不是，如果这100个人都听这个 CEO 老板的这个吩咐，对吧？那它也不是分布式，它一定是在这个系统里边，大家甚至说大家都不认识，大家各个利益不一样，大家都是因为一种都是因为一个叫什么协议，对吧？像比特币一样，它是一种比特币协议。你参与这个协议，你并不需要同意任何人的政治观念，也不需要同意他的个人的任何偏好，你就按这个协议做办事就行了。这样的话来保证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权力的分散。那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应用，它应该有几个重要的元素因为只有真正的去中心化的这种应用的打造我们认为才真正的是在打造下一代的应用，不是说你好像我用了比特币支付了
我这个 APP 啊，它就是下一代应用了。那如果还是一个中心化的 APP，你如果还是说很容易被操控的 APP，你即便使用对吧比特币支付，那又怎么样？那跟你用法币支付其实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真正是打造一个下一代互联网的真正的分布式的互联网的应用，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们是应该去拥有的。第一个我们提到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分布式的账户系统，它不是说通过一个中心化的账户系统来去验证这个用户的。比如说我如果去使用一个应用，我用的比如还是这个 Gmail 或者是用的QQ 的 email 之类的。那我其实还是很容易被封了，比如 Google 把我封了，我这个腾讯把我封了，那我的账号又没有了，对吧？那其实是一样的，我还是没有得到这种真正的这个对自己账号的一种拥有权啊。第二个呢，我们提到就是分布式的域名系统，因为现在的域名系统它就是中心化的，对吧？无论是.com 的.net 的任何什么的，它都是这个美国的几个根节点这个一个根域名的这个委员会来颁发的，而这个域名都是有一个这个域名的解析服务器来去这 DNS 的网站它来去解析的基于这个域名系统的任何网站跟任何这种应用，其实它就非常容易被屏蔽掉被删掉，或者是被干掉，对吧？它就很难去真正的说给用户带来这种可以真正的拥有自己的这种自由。第三个呢在这个基础上，那它这个应用应该也是分布式的或者说这个 Web 是分布式的无论是应用和 Web， 它本身的这种使用场景，那我们不是说把用户绑死到我的平台里边，对吧？我哪天把这用户封了，这用户就没了，对吧？他数据也没了，那这跟这个 Web 2.0没有区别，也没有给用户带来任何的这种新的体验。那这个新的体验一定是说你在使用我的这个应用，你不用担心我会封你，甚至说我想封也封不了你，或者说我封了你，我还有另一个应用你的数据还是一样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就这样才能给用户带来真正的这种数据跟这个使用上的一个自由。第四个呢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户对用户数据的垄断。比如我的存的这个比如我的博客吧，比如假设我的博客我存在一个博客的这个网站上，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个我的博客的数据其实都是在这个博客公司的服务器上的话，那这个其实我还非常的依赖于它，对吧？这个公司如果哪天看我不顺眼，对吧，把我封了，那我这些我写了多少年的博客可能都没有掉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对用户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的，也是非常的会促成这种垄断式的企业的产生，因为它垄断了你的这个数据，然后那你就不得不依赖于它，而它因为这种垄断，它可能变得权力越来越大这也是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大的垄断型公司，因为它去垄断了用户的数据以后，它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其他的新的创业公司就很难跟他们竞争。所以基于这些对这个分布式互联网的理解我认为那我们第一步应该去做的事情，就是要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是什么？你首先要从这个域名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网站、任何一个应用都离不开域名。如果域名本身它不是分布式的，它还是非常依赖于某一个中心化的这种服务器的，那你在上面这个构造的任何东西，它其实都是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这大概1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 NB 域名这个协议我们很高兴的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这个研发有了一定的成果我们研究这个 NB 域名呢，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分布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是经济激励来驱动的这点是我们受到这个比特币设计思路的启发。就为什么比特币也能有那么多的这个矿工愿意去挖矿呢？愿意去支撑这么比特币这个网络，让它可以在全球这么分布式的发展呢？那是因为挖矿它能挣钱嘛，对吧？它有利益所以这矿工因为利益来去维护了这么一个分布式的网络。那 NB domain的设计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说通过利益、通过经济驱动
使得大家愿意去做这个 NB domain 的这个节点，NB domain 的节点来去把 NB domain 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域名系统给它支撑起来它是一个Web 3.0的这么一个系统，但它虽然叫 NB domain 虽然是 NB 域名，但它其实囊括的内容其实远远超过了域名因为我们的这个野心稍微有点大，是吧？我们希望把这个事情给它做的是更大一点更能去体现它的价值。那所以它其实本身它不仅是一个分布式的域名系统，同时它也是个分布式的账号系统，就是这个你的域名就是你的账号这样的话你省事儿了，对吧？你不用再去申请新的账号，你只要有一个域名，你同时也就拥有了一个这个互联网上一个账号，而这个账号本身又是分布式的，那这样它就享受了这种分布式的特点，没有任何一个网站可以随便的把你账号给封掉那这种优质的特点，我想是我们这个新的互联网的升级里边非常重要的有需要的这么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第一个通过我们这个 NB domain 的这个协议我们 NB domain 本身它是一个协议和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实例化就是发布一个真正的域名给大家用嘛所以我们发布在这个今年是我们发布了全球首个这个叫单字母的 TLD， 就是点 B 的域名为什么点 B 呢？B 它就很有意义，对吧 ？Blockchain 区块链还有这个比特币这都是 B 所以这个我们用点 B 来作为我们的域名后缀它很有趣的一些特点一说它是这个单字母这个 TLD 全球只有这一个二是说我们设计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续费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理念里边，就如果你对一个域名需要续费的话，你就没有真正拥有这个域名，对吧？你其实是在租嘛，对吧？相当于你要交房租对吧？你如果还要交房租，你这房子明显不是你的嘛。所以这个点 B 的域名，我们设计上就是说不需要续费你只要购买一次，它就永远是你的这样来体现大家对这个域名的这种拥有权，它是真正的属于用户的。为什么我说真正的属于用户？因为它跟比特币一样，它是跟你的这个比特币钱包里边的公钥私钥绑定的只有拥有它的这个域名的这个私钥，你就拥有这个域名的这个拥有权所以它的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归属的一种东西。最后一个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解析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哪个服务器哪个域名才能解析你这个点 B 域名，就我们存在这个域名里边的无论任何内容，对吧，都需要这个一个解析服务器帮我们去解析出来，因为毕竟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他是这个技术上是不太可能说直接去区块链取到数据，然后自己来解析这个内容的，一定是通过一个这个解析服务器，是吧？但是呢，我们解析服务器的设计是一种分布式的设计，而且也不需要任何批准我们叫 permissionless， 不需要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建立这个点 B 的这个解析服务器。好，下面我讲一下这个 NB 域名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因为 NB 域名它的谈后的技术点跟这个一些细节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元素要提一下，就是说 NB 节点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这个 NB 域名的解析服务器，因为它非常重要因为你 NB 域名里面存什么东西都是由这个解析服务器来告诉大家的而这个解析服务器才是真正它的设计才是真正的能不能体现你这个分布式的设计，就像这个比特币挖矿一样，你的挖矿的那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挖币的，对吧？能不能分布式，那就是它的设计。它如果是个分布式设计，它才能是分布式的。如果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别人给这个控制住的呢，那你这个整个系统就是被控制的所以 NB 域名里边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我们就叫这个 NB 节点NB 节点其实就是 NB 域名的这个解析服务器，它本身的设计就是跟比特币的节点一样它是说它是有这个开源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下载这个开源的代码，然后很轻松的你稍微当然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很轻松
搭起来一下这个服务器。而且NB 域名的服务器跟这个比特币服务器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并不需要那么强的这种电脑普通的这个服务器或者普通的 PC 都可以作为 NB 域名的服务器，使得我们这个做 NB 节点的这门槛降得非常低。那这样的话，大量的机器，大量的这种这互联网的这些人都可以成为 NB 节点。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控制所有的 NB 节点，也就没有办法去随意的篡改我们 NB 节点提供的内容。那这个 NB 节点呢，我们的设计里边呢，它就是这个 NB 域名系统的非常核心的部分。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个激励型的，就是说你通过建立 NB 节点，你是可以挣钱的为什么？就是给大家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建 NB 节点，对吧？那 NB 节点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有盈利然后它就成为了它在我们整个设计里面，它就是这个分布式互联网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基石。因为在 NB 节点上，我们不仅提供这个 NB 域名的解析服务，对吧？我们还会提供更多其他的基础服务，比如说建立分布式网站，对吧？甚至说分布式邮箱或者是分布式社交分布式博客，对吧？分布式留言板分布式这个那个就是基于这个这个 NB 节点的这么一个设计。当然，我们首先这个就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 open 的就现在这个NB 节点一开始今后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一定是通过我们的社区更多的人参与，大家一起来去完成这么一个互联网3.0的这么一个升级。它一定不是通过我一个人，甚至说我的某个团队来做这个事，因为毕竟这个是分布式的嘛，分布式我们的源代码都发出去，那我们也不能说对它拥有这个至高无上的管理权，那也是不对的，一定是大家来参与，因为它是源代码是公开的，然后它的协议也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开发 NB 这个节点上的新的服务。你开发出了新的服务，那所有的 NB 节点的这些节点，它都有机会，对吧？通过新的服务来盈利。而你做这个 NB 节点服务的这个开发人员，其实他也是可以盈利的，对吧？你写的这个代码里边，你可以在收费的里边，对吧？你一部分利益你是分给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分布式的互联网来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一定不是说让大家都是做雷锋，对吧？免费去贡献，那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做雷锋，怎么还有谁去这个完成这个事情呢？所以，而且通过这个比特币的成功，通过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的研发，我们发现其实通过经济激励是更容易建立起一套这种闭环的，大家都能获利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迎合的这么一个系统。所有人参与的人都有收益。OK， 那再稍微讲一下那我们怎么参与，对吧？怎么参与？对于普通用户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说，你如果希望真正的拥有自由真正的拥有自由，你希望拥有无论是财务的自由，还是说你这个数据的自由，那你一定是要学一些东西的就是说你是要有一定独立性的你不能说首先我又想依赖别人帮我做事情，同时我又想获得自由，那是不可能的这自由一定是有代价的。就像你要玩比特币，你最好你要至少要会用个比特币钱包吧你最好还是要理解什么叫公钥私钥吧。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解它的算法，但是至少你要知道这个私钥是我个人的，我不能给别人，对吧？我给别人的，我我的这个钱就没有掉了，对吧？公钥是给别人的，或者公钥产生的这个地址是给别人的，给我打钱用的。我觉得基本的这么一点这个学习的东西还是要有的。所以我建议，如果普通用户想参与到这个全新互联网打造里面，你首先要学一些基本的知识这基本的知识，这个私钥是什么呀？这公钥是什么呀？对吧？然后下载一些工具
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了这个 216的浏览器啊，216浏览器里边就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内置的叫 VBox 的一个钱包啊，VBox 钱包其实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互联网的这个新的这种身份系统啊，它就是一一对应的。VBox 里边你就可以建立这种区块链的身份，你就是可以去建立不同的身份，然后去使用不同的这种区块链的 APP。当然，我们整个系统是公开的，我们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我们所有的协议全都是公开协议，也有其他的钱包啊可以支持啊这种方式，比如现在我们有这个 Vault 钱包啊，非常好用的一个钱包，还有这个打点钱包，在中国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钱包啊，都支持这种协议。那它也可以，你也可以用他们这些钱包来参与我们这个新的互联网的建设。OK，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些工具以后，对吧？我们就可以这个实践啊，真的实践才去体验这种全新的这种互联网的使用的一种模式。比如说你可以先建立一个区块链身份，对吧？我们定义这个区块链身份其实就是一个公司钥，对吧？你有个公司钥对儿，相当于你就有了一个唯一的 ID，对吧？那你相当于你可以认为在区块链上你有了你的身份，通过，当然你也可以去注册一个 NB 域名，你注册完了 NB 域名。你就有了这么一个容易记的一个 ID，因为公司钥虽然是有确立你的身份，但是那是很难记忆的，它很长一串都没有人能记得住。但这个 NB 域名是很容易记忆的啊，什么什么对吧 ？ABC 点 me 啊，或者是13393啊，什么点 b 啊，什么之类的，非常容易记忆。所以你可以注册一个 NB 域名，然后呢，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NB 域名的应用，因为我们打造所有的 NB 域名的应用啊，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新的理念去打造的，就是说。你不需要再注册新的账号了啊！你只要有 NB 域名，所有 NB 域名的应用，你就用你这个 NB 域名就能登录啊！你不需要每个应用再去注册一个账号，也没有密码，你也不需要记忆密码啊！你什么也不需要记，你只要有你的这个区块链身份的区块链钱包，钱包里边有了你的这个区块链身份，你用这个钱包来去验证自己的身份，那任何一个 APP 你都可以使用，因为你的身份是在你的钱包里的，对吧？这 APP 它也没有你的身份，其实是它只是验证你的身份，所以 APP 它也没有办法去真的是屏蔽掉你的这个身份，删除掉你的身份。所以说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去实现了用户身份的跟这个 APP 的一个解耦，就是你身份跟任何一个 APP 没有关系，你的身份就是在区块链上的你一个 ID， 而它是跟你的钱包通过你的钱包来认证的。而且再进一步的来说我们这个身份跟钱包也不是绑死的因为 NB 域名里边它的设计，你是可以把身份做转移的。比如说我不想用这个，今天我不想用这个 VBox 钱包，我想用这个打点钱包，可以啊，对吧？你把 VBox 钱包里的身份，你这个 NB 域名，NB 域名你转移到这个打点钱包里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整个我们的所有的整个底层的协议的设计都是已经完全考虑到了用户他本身的这种利益，就是没有任何一点会去限制用户的这个灵活的使用。那大家去注册 NB 域名或者去体验这个新的互联网，大家可以使用这个216的这个浏览器216浏览器，我们的PC 版还有这个安卓版还有 iOS 版本身都已经支持了 VBox 钱包，那大家都可以在里面体验到这个通过 VBox 钱包来使用的这个体验同时呢大家可能也会关注，也很多朋友问我，那我不要用216浏览器，但我可能用习惯这个 Chrome 浏览器了怎么办？好，我很高兴告诉大家，就是我们 Chrome 浏览器上的 NB 域名的插件也已经登录了 Chrome 的这个 Web Store 大家可以在 Chrome Web Store 上搜索 NB Domain 可以下到Chrome 的 Web 这个 NB Domain 的插件通过这个插件也是很方便的，可以访问这个 NB 域名上的各种的应用跟内容的。但是Chrome 可能就没有这个内置的我们这个 VBox 钱包了，那大家可以用其他的钱包作为替代对于开发者，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毕竟我们希望社区大家一起来做事情嘛，对吧 ？Web3 肯定不是我们一家可以做好的。那对于开发者，我觉得可以从这几点可以来开始第一个可以尝试搭建这个 NB Domain 的节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 NB Domain 的这个非常初期的一个程序
来搁在这个 GitHub 上啊，全开源出来了啊。当然，可能程序里面还有一些问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发现问题，一起来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这个文档NB 的这个 API 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去开发一些这种真正的去中心化的应用啊，然后慢慢的熟悉这么一个新的一种协议跟新的一种开发的方法啊。在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种新的方法，其实比开发这种中心化的应用其实要好很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东西你不用干了啊，你开发就普通的这种应用，对吧？中心化的应用，你还要做，比如你要做个账号系统吧，至少你要用户登录吧，用户密码吧，你得管吧，用户密码丢了你得负责吧，对吧？但是用了这个 NB Domain 这种系统以后，你不需要管用户账号了，用户账号都是用户钱包来去解决的，你只要验证用户进来，你只要验证他的身份就可以了，你这边也不需要存用户密码，对吧？你也不用担心说你这服务器不安全，把用户密码给丢了，承担很大的责任。其实它是给开发者来讲，是给他降低了他的风险，而且使得开发其实会更加的顺利。好，我们有个开发者社区哈，大家也可以扫码参与我们开发者的社区。所以最后我大概就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分布式互联网发展的一些这个感觉，因为现在它是初期，我觉得我还是我觉得我比较谨慎。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事情它的发展，它其实是有一定规律的，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做这事儿了，明天它就成一个，对吧？就很牛逼这事儿，它一定不是这样的。它往往一个新的技术，一个新的东西的发展，它往往是从小众开始的。就像这个大家这个社会上知道比特币之前，其实它在这个小圈子里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这个大基础跟研发，一定是一个小众的，甚至说从一个边缘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新的技术，它一定只有解决一些这个现有技术解决不好的问题，大家才会用它，对吧？如果现在的技术都解决的很好的啊，那你再新的技术，那大家也没有这种需求啊，对吧？就像这个比特币，它一开始的出现，它其实就是出现在什么这个灰色的区域，对吧？暗网，对吧？出现在这些地方，为什么？因为那些地方它能解决这些人的实实在在的需求。那我们这个分布式的互联网，我觉得它可能也不是说一下子都进入主流的这个互联网社会，一下子说这个Twitter、Facebook 都被我们给干翻了，对吧？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也不要寄希望于说我们一开始就开发一个，是吧？开发一个比如说聊天的应用哈，咔嚓一下把这个 Telegram、把 Facebook、反正这些什么 QQ 的话都给打翻了，我觉得不太现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说找准它的这个需求的点，就是哪些地方需要它，对吧？如果只有需要它的地方，它才能生存。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给它紧紧的抓住，让它成为它能发挥它的力量，这样它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它生存下去了，对吧？它才有机会发展。通过这种发展路线，对吧？可能也是在圈子里一个小众圈子里可以发展个3年5年，对吧？然后可能砰一下啊，通过一个特殊的事件或者一个什么事儿，对吧？它就一下子就爆发了。比如说，如果我们之前是吧，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已经有很成熟的这些应用，那遇到今年这个美国大选的各种作弊的情况，对吧？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啪啪一出来，对吧？所有的作弊的证据都在我们的这个分布式互联网上不可删除的给体现出来了，那它一定是能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个以后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疯狂啊。好，这个也说了很多哈。下边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就肯定很希望下面大家可以接着交流啊。我们有这个微信群啊，我们有用户群的这里 Telegram 的群啊，也有开发者，如果有兴趣开发 NB Domain 的啊，或者是这个也不限于 NB Domain 啊，就是开发这种互联网这个分布式互联网的这些应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群里面去啊。我们很高兴说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去打造这种新的互联网的生态，也使得这个世界稍微的更加的诚实跟有可信一点。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Jeff 的精彩演讲啊，然后大家就是对 NB Domain 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也赶紧现在扫码，就是加入他们的用户群或者开发者的群。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 Q&A 的环节，然后大家如果对 NB Domain 或者说是比特币区块链的应用、商业应用等等这方面的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来参与这个讨论。好，那我现在先算是抛砖引玉吧，就 Jeff，你刚才就提到，互联网的这个看互联网这个历史啊，就是尤其是从 Web 2.0的时代开始，这个大公司的权利被无限的扩大，然后个人权利大大压缩等等。那你觉得这个其中的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 Internet 就是互联网它本身的设计是有问题的，还是说它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后面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我觉得，它的技术上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忽略了一点，就是人的这种劣根性啊，就是人他就是愿意聚堆儿啊，就是大家愿意对领袖崇拜，因为其实人都是很懒的，对吧？但是不愿意动脑子。如果有人替我去想，我就在这等着就好了。所以，如果一个领袖出现，一个大公司出现，其实大家是愿意去跟随他们，因为他毕竟他能节约我的很多事情嘛，能效率其实是真的是高很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又缺乏了一个因为当然也不太可能会有这种思考，就是他最开始就没有思考说，那这大公司如果它无限的大以后，它的权力无限大以后，那怎么办，对吧？他没有在这个方面有过这方面的设计，所以他就天然的就会权力就会集中，权力集中以后，它就会出现说这种对个人这种利益、个人自由的很大的一个打压啊。可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盈利模式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互联网企业现在主要的盈利模式还是广告模式，所以对，它必广告模式须得是因为广告必定它是要靠流量嘛，对吧？你靠流量就要聚集大量的人群，对吧？你只有人群足够大啊，你才能真正的有一定的商业。所以那这样的话，带来其实很多小众的公司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小公司流量很少啊，流量很少，那你就生存不了，在这种模式下又被大公司的免费，对吧？免费模式冲击了，你根本就不存在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一个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对，就是所以现在不管是就大厂各种大厂也好，他们其实很多的产品是为了吸引流量，但是最终的核心部门可能还是广告部门，对吧？就是不管你是不管你是做直播视频的，还是做这个社交媒体等等，最终核心部门还是广告部门。对，广告确实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最主流的，应该是最主流的盈利模式，对吧？谷歌就是靠广告而活着的没有广告，谷歌就没了那你觉得像就是在这个新的比特币互联网比特币这个区块链驱动下的这种新的范式下面，我们这种分布式的应用，它可以有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呢？就跟这些传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相比？对，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APP，对吧？做一个 APP 或者做一个网站，在过去其实没有过这种模式，我们创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我们通过 NB 节点，把全球可能有这个10个、20个这个 NB 节点，而这些节点都是由相应的团队或相应的公司来运营的。而如果你做一个这个应用，可以在这个节点上发布的话，相当于这所有的团队都在同时来去运营这么一个应用，而这个应用本身你又可以是有收费，这个有盈利的。那这样大家其实并不需要成为这种超级公司，可能你都不需要是大公司，每个公司的或者每个团队并不很多，就小而美，但是这些小而美的公司，因为他们是在维护着一个，对吧？一个统一的一个网络，那它团结起来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每个比特币的这个节点，这公司其实也不大，对吧？你说你哪个比特币挖矿的公司能跟 Google 比啊？都很小，但是他们在一起的力量，连国家都掐不死你，对不对？那这个力量是很巨大的。所以当这些小公司通过一个比特币类似比特币这种协议，这种分布式的协议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每个公司都很小，但是加在一起的力量会非常大。而且每个公司可能都生存的还很好，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应该是说比特币这种经济模型给我们带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也是为什么我们对 NB 域名的这个设计成这种模式，因为我们想把这个模式在这个非这种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在互联网这个领域也来去做一次尝试。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模式啊，除了你说你挖比特币可以，那我们提供互联网服务是不是也可以？如果我们这条路走通的话，那互联网就会是一个有一种全新的一种玩法，对吧？我们就不一定是要成立这种超级的大公司才能生存。哎，那你提到 MB Domain 它的这个经济激励机制，您能就具体阐述一下吗？就是作为 MB 节点的这个运行者，它具体是怎么样赚钱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它跟那个这个比特币挖矿肯定不一样嘛。比特币挖矿呢是要算很多算力算法算出来的，但是对于这个节点来讲，它提供的是互联网服务啊，比如说它提供一个博客服务，对吧？它可以就大家在我这个节点可以做博客发博客，而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你发的博客没有任何人能屏蔽跟删掉你，对吧？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愿意为这个价值买单的。啊，当然，这个一开始可能不是说所有人啊，我们一定就像我刚最后讲的，就是这个它的发展一定是先从一个小众，对吧？有人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的这些人开始，这也许一开始不多，但我相信一定有这些人，因为在世界上我们现在可以看见，由于大公司的垄断，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发声，对吧？他在其他平台都被封了，而且这些人很多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啊，他们会去为这种价值而买单。那我们把他这些人吸引过来，那同时他的读者可能也会过来。那这也有了一定的流量，那我们可以在这些里边，我想它有大量的可以盈利的机会啊，除非说无论说你直接的去盈利，还是通过广告盈利。其实我倒不反对广告模式啊，我觉得广告模式是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我们不是说我们做这个新的分布式互联网，我们就不要广告啊，我觉得那也不对啊。广告它也没有关系，广告其实不恶，只是说你把那些东西起全大公司来去运营，那它可能才显出它恶的一面，所以广告也是可以有的。那这样的话，在每个节点，它也是可以，无论是通过这种直接收费的模式啊，增值服务的模式，对吧？也可以增值服务嘛，你可以这个会员它的可能权益可以更多一点，这其实都可以用的。但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它是分布式的，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特点。而每一个节点本身，它并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是运营在所有的数据都上链啊，或者什么，我觉得它并不需要这样。如果那样的个体验可能会很差啊。但是它的分布式的特点使得说。去限制每一个这种节点，它能这个对用户造成的这种控制。如果用户对这个节点不满意，那我很容易我就搬家到第二个节点，我的数据全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这样任何一个节点它没有办法作恶。对，是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数据是你自己拥有的，然后其实我如果对这个服务商不满意，我完全可以搬到另外一个平台，这也是通过这种竞争的力量，使得这种就很难作恶的，对，就是服务商或者说是 APP，他们其实是要通过怎么样，谁能够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来竞争，而不是说我把你圈在这儿，你因为走不了，所以你只能待在我这儿。啊，对，你就只能在这儿，而别的小的公司，它又没有这个用户，它也活不下去，对吧？这肯定是不是一个良性的了。是的，这个有网友小峰，就是对有几个关于 MB domain 的具体的问题。第一个，他问 MB 是什么含义？第二个是和 Namecoin 有什么区别？Namecoin 也是很早期的一个分布式域名的这么一个项目。很清楚，对的。然后第三，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理解，因为我们也不想赋予它一个什么一定是个什么含义，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是英文含义，也可以是中文含义，对吧？你理解它是什么含义，它就是什么含义，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叫什么都行啊，这好记，我们起这名字就为了好记，对吧？大家好记就行了啊。第二个说 Namecoin 我了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做域名的这个一个币哈，它是基于比特币的一个 fork 出来的一个分叉来做的啊。其实现在这个在分布式这个互联网上，加密货币这个领域有很多做这个分布式域名的啊，我们一定不是第一个，但是我们其实吸取了很多他们的教训。我们不是说我们后发者也有后发者的优势，因为早期的首先我认为啊，你做这个域名不要自己做一个链啊，自己做一个链的这个事儿根本就不靠谱，因为做一个链是非常难的啊。你做一个链你就把你头就整大了，你就没有心思去做另外的事儿了啊。很简单，你要做链你就没心思做别的事儿了，所以千万别做一个链，而且你用链它的很多
很多因素吧。因为小峰他也是这个，我知道他是社区里的老人啊，他很清楚啊。那 Namecoin 是做了自己的链的啊，虽然他是跟比特币一起挖哈，但是他这个自己做这个也是很复杂啊。再说 Namecoin 那个时候，它这个比特币的基础还是不是很完善的啊，它的这个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复杂的。我其实非常早的时候，我跟 Namecoin 的他们官方都联系过，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分布式的域名就是结合到我们浏览器里面去啊？但是跟他们聊了以后，他说他们那个就很难用，说实话，我们就结合不进去。他们什么有客户端也非常大，然后就用户体验是非常差的啊，所以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用。我们其实对这个市面上的各种这种做这分布式协议的也大概都看了一遍。我感觉其实还有蛮多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目的了，包括我们还要做这个独立的给用户的这种分布式的账号系统嘛，也成为账号，又同时又可以很高效的去存储分布式的数据，这都是非常难的啊。只有在这个 BSV 的比特币的这个链上，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做成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是在比特币这个链上来做的这个 NB domain。对，确实，其实之前那个像以太坊上面，我知道也挺早期就有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域名的项目，但是就最终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扩展性的这个问题。就如果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协议还是应用也好，搭在一个无法扩展的这么一个底层上面，其实未来是非常能够成长的。对吧？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NB 域名向谁注册，然后以及这个是如何收费的？NB 域名就是我们来注册，因为我们 NB 域名的设计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 NB 域名本身这个协议是定义了一个就定义了单独的 TLD 的使用的规则啊，它本身的这种分布式是怎么实现？就 NB 域名的分布式是怎么实现的？它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就是点币的域名，比如现在是我们来去注册点币的域名，因为每个域名呢，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啊，大家了解，就它其实是一个叫 NFT 对吧？比较时髦的说法，每个域名其实是个 NFT。这个 NFT 呢，它一定是有个创造者的，就一定有个东西给它创造出来，它不可能从天上突然掉下来，因为它不是个算法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个的独立的域名，它不是那个算法出来的，所以这个域名一定有个人创造出来。那现在呢，是我们来创造这个点币的域名。那大家可能会想啊，那你们不就控制这个东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说，虽然我们创造它，就相当于我们把它给你写在区块链上啊，是我们做的，但是写上去以后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就完全归你所管啊，归你所有。所以我们相当于我们只是把它创造出来以后啊，我们给这个交给这个用户了，就像你买一个物品一样，你买一个打火机，就我们创造了一个打火机，然后打火机给了你。这就是你的打火机了，以后我也管不了了，所以它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分布式的这种防屏蔽的这种力量的啊。第二个呢，那我们当然这个开放的域名系统，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协议开发一个你自己的 TLD， 对吧？你说我要做一个ABC 的这个 TLD 的域名，没问题啊，那你可以欢迎跟我们竞争，当然你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哈，因为这个也是同样做这种域名嘛，那没关系，你这个竞争是 open 的，我们并不会限制谁来跟我们竞争，那我们就是商业竞争了，那也没有问题，大家一起来做就好了，把这个事儿做得更成功，我觉得会更好。对，刚才也有网友大家可以去我们网站上来看啊，因为有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 NB 域名其实也是有免费域名的啊，因为我们为了让这个域名让更多人的使用，我们专门还有一款这种域名的这种选择，就是你可以注册免费域名，1分钱也不用掏啊。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设计上我们是非常的希望大家都来参与，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挣多少钱。当然我们肯定是有些盈利的，如果不盈利，对吧？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就我们要把这事儿持续做下去，肯定也是要有一定的盈利。对对对，是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您本身也是那个遨游浏览器的这个创始人嘛，同时也在就是运维这两边的这个团队。那对未来这个 NB domain 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发展计划，你对于如何发展以及扩大你的这个生态，包括后期的利用这个遨游浏览器它已有的这个用户存量，就是进行导流，对于这块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其实我觉得今年可能还是会是一个基础比较就建设这个基础的这个年，就是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会很快一个非常大的爆发，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啊。我们还是很现实来看这个事情。就今年我们说我们会把这个
首先我刚才讲，我们已经发布了这个 Chrome 上的 NB 域名的这个插件，对吧？Chrome 浏览器是可以用的啊。第二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开源的这个 NB Node， 对吧？NB 节点这个开源的代码也可以放出来啊，然后建立起这个基础的一个小的社区吧。我觉得大家有兴趣来参与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大家可以一个社区，然后全球的这些开发者，我觉得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吧？可能打造一些真正的说能解决用户痛点的一些应用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我们不会想说我一下子，对吧，成为 Facebook 或者什么，这也不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其实的理想是成为小公司啊，就刚才我讲，我们成为小公司，但是大家集体的力量能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理想啊。对，我觉得比特币区块链它未来的方向是它能够，我不是为了要创造就是我们所谓的 mega corporate，就是超大型的公司，而是会有更多就是百万级、千万级的小公司，然后就是小公司通过就是为用户创造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来获得很快能够实现的这个盈利方式。对，其实你一个小公司，你不需要挣那么多钱，你要这么看，对吧？我花的还少啊。其实你大公司，你虽然挣的钱很多，你花销也很大呀，对吧？所以大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羡慕的地方。其实小公司可能你的生活会更幸福一点，只不过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这种游戏规则，小公司没法生存，对吧？所以小公司才，对吧？他不得不成为大公司。我觉得如果马云做一个小公司，他活得很好的话，他也许也不愿意做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对吧？现在他可能过得还不开心呢，对吧？还不一定有我们大家开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全新的这种分布式的设计，我觉得可能能带来一种新的这种经济模式，跟一种甚至说一种公司的生存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很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一个方向。对，那当然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Web 3.0有好些组成的因素，就是方式，不是方式，很多组成的部分，然后分布式域名、分布式账户，这个应该算是基础架构和工具，对吧？那最终其实价值的创造的这个平台还是由这个应用层面来获得的。那当然你也是互联网老人了，对吧？就是你觉得在就是这种新的范式下，关于商业赛道上面的选择，你是否能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就是哪些赛道你觉得可能在这种相对早期的目前的阶段，是有这个突破的潜力的？我觉得一定是小众的，就是你这个事儿，你一定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的，而这部分人很在意你这个特点，比如说你这个不可篡改性啊，你这是不容易被屏蔽掉啊，他更拥有他自己的自由啊，这个数据的这种拥有者啊，就一定是这些人啊，他才能更好的去接受你这个产品啊。如果你说我要做一个很通用的一个产品，比如我要做个 Twitter。对吧？我做个腾讯 QQ 啊，这个我觉得你就很难，因为这些人就你这些用户，其实他并没有这个需求，他不是说我聊个天儿吧，我东西一定要上个链，我还不想上链呢，完我隐私我还要暴露出去了，对吧？你这些人他没这个需求，所以一定是找那些就是他有这个需求的人，比如说那个这个做慈善的，就是大家也经常会说啊，那做慈善的这东西公开到这区块链上，是不是大家会更信任呢？对吧？或者说那些被其他的这个大的互联网公司打压的啊，比如说 Donald Trump，对吧？他说他可能会愿意去用你这个产品，当然不一定是他了，我们可能够不着他哈，但也有很多类似的这些人，或者一些小众的一些被这个大公司挤压的一些人，我觉得只有这些人，他才有这个更加明确的需求来用你这个产品，你就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产品，可能更容易生存。只有你生存了，你才有的发展啊。对，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对 BSV 圈子比较关注的人知道有家公司叫 Twitch，TWETCH 这家公司，就是在 Donald Trump 就是被 Twitter 给删除账号了以后，因为 Twitch 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大概1年前就开始自己做了一个 bot。把就是 Trump 他的这个推特全部都自动发布在
Twitch 上面，也对对就是发布在 是，BSV 的链上，所以他就一直对在做这件事情。那在Trump 被 Twitter cancel 这个账户以后，呃，就很多人就关注到了这个业务，这个 APP。然后我知道他们最近的这个用户增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的，所以其实对是。对，这是一个比较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证明其实在一些并不复杂的这种模式上面，其实你也是可以得到突破的。对，可能你是一开始要做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这个潜心的发展啊，因为你要做好准备，等这些事件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咵一下就火起来。如果一开始你没有准备好，这事件来了，你却抓不住啊。对，那您觉得像在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块链里面创业的公司也好，还是开发者也好，我们可以从这种传统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发展途径上面或者历史上可以借鉴或者学习些什么呢？或者你觉得你学习这现在我个产们不足的是品的打造在哪里？的知识，其实很多的传统互联网里边的这些技巧啊，跟一些方法论啊，还是一样适用的。比如说推广的思路啊，比如说市场的这个思路啊，比如如何找到自己的这个 marketing fit，对吧？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啊？如何去找到你的这个用户群啊？这都是通用的，这都是通用的，应该把这些知识全都用起来，全都用起来。只不过我们换了一种玩法嘛，但其实它本身它还是互联网的产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对，现在确实是这样子。区块链领域的开发人员通常呢 geek 比较多，对吧？他们可能考虑问题，啊，有的时候对对对，这觉得，哎，是一个我觉得我需要可能也是用个问题最好的技术，啊然后啊，最 elegant 的方式来做一个事情。但很多事情上，尤其做一个产品，其实找到这个市场痛点是最重要的。做一款大对，家确找到实痛点是需要，第一位的，就是你这对个产品要有人用，这是第一位的啊，没人用，再好的技术那也没用啊，这个对吧？没人用就没有人买单嘛啊，没人买单，你这个再好技术，你说你都是要花钱的，对吧？你请好的开发人员都要花钱的，这能坚持多久呢？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宁肯说用户少一点，宁肯说我们的产品开发的慢一点。但我们一定要找准这个用户，一定是这个愿意买单的用户来用，这样这个事儿它才能真正的去做下去啊！不能我们头脑一热说，哎，做区块链很牛逼很火，对吧？赶快大投入啊，就要掏钱就进去，那你这个就很危险啊，很危险。因为我见过太多公司了啊，这烧了多少钱，对吧？再有钱，你也不够烧的啊，很快就烧光了，所以一定要这个看准再做啊。所以对于MB Domain 来说，你们接下来可能，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基于你们这个 MB Domain 的生态系统可以做什么，可以吸引或者增加哪些新的内容，这个也许是比较重要的下一步措施，是吧？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可能就是看看，就是说我们社区大家一起来说，在 NB 主命上开始建设，对吧？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应用？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这个框架给搭起来了。那下面一说我们框架肯定要打得更扎实一点，二说那我们就开始说，什么样的应用啊能满足这个相应的这个群众的这种需求？我觉得这就是下面要解决的问题了啊。行，好的，那我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Jeff，你还有，要不给大家讲一下最后有什么总结对于今天的主题？今天好像是随便讲了一下我的一些对这个区块链跟这个互联网的理解也许不对啊，大家这个也欢迎大家去来我们的这个用户群里边，我们的这个社区里边，我们可以接着探讨。二说做区块链做这个分布式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因为它不会一下子就爆发的。三是说，我们希望大家做事情就，一说要开拓思路开拓思路就是一说对于这个普通的咱们这些互联网用户来讲要积极的接受这个新的思想、新的玩法，至少你玩一下，学一些新东西没有坏处。二是对于我们的互联网的从业人员，对吧？大家也开拓思路我觉得在我其实在这 BSV 圈里也混了挺久了，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圈里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人，非常优秀的人，大家开拓思路的话。去做出更好的这种产品，尤其我们的圈里边的技术人员比较多我觉得大家能不能多去更多的去看看怎么样去找到更多的这种使用的用户，
找准用户，使得我们做的产品啊，它能更贴近用户，让大家来使用。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走得更快一点，而且也少走一些弯路啊。我们整个社区反正是 NB Domain，还有说包括我自己啊，都非常乐意跟大家沟通跟交流啊。我的这个 QQ 啊，或者我的微信啊，或者说我 Twitter 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啊，我就是言无不尽嘛啊。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Jeff 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能够继续关注比特币协会中国社区每周的线上活动大家晚安，再见。好的，谢谢。